弟们，哪吒的门店倒闭了，我来给哪吒车主送福利了。你看，这都关门了，都没人了，里边就一辆展车。我来给哪吒车主送福利了。尊贵的哪吒车主，你是不是还在为 4S 店倒闭而苦恼吗？你是不是因为车坏了没地方修而发愁吗？龙哥来给你们送福利了。龙哥不仅能修特斯拉，修哪吒也是手拿把掐。哪吒车主免费送保养一次。北京的哪吒门店很多，得赶紧去下一家，要不然今天可能贴不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啊！看来龙哥呢还是没有被比亚迪吓到啊，这次又来哪吒汽车这里开玩笑。其实哪吒呢还没有倒闭呢，别人只是呢 4S 店倒闭了几家，售后呢基本没有了，工厂有些地方停工，欠款上百亿而已，其他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还有一缕气息在，万一反手呢再来一个起诉啊，龙哥又要结结巴巴的去念他的道歉函了。比亚迪方程豹呢最近也是问题不断，像视频中呢有多台车陷进去了出不来，网友描述为呢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个的去送，结果呢全军覆没。关键啊这些呢都是要自己付钱的呀。比亚迪的宣传呢是硬派越野车，就是说呢哪儿都能去，性能一流，有些车主就信了，又是爬坡啊又是刨坑的，结果呢半轴断了变成了类八字，打电话一问呢自费维修，不属于质量问题，与比亚迪无关啊。如果呢你心再大一点呢，去了什么沙漠啊海边呢，遇到陷车了故障了，车子出不来了，你再打电话给比亚迪呢，比亚迪也会拿出一张纸告诉你啊，非铺装路面收费救援，至于收多少呢看情况。这意思就很明白了，比亚迪的车呢虽然叫硬派越野，但是呢免费救援只能在铺装路面。什么是铺装路面啊？就是铺了水泥的路面，像国道啊省道啊高速什么的。你要是去沙漠啊大山呢，不好意思没有免费救援。上一次我们频道也说过，有一个方程豹呢在沙漠里面越野翻车了，车主点击了一下救援，结果呢系统提示请先扫码付款。那么你直接叫城市 SUV 算了，你叫什么硬派越野呢？别的品牌呢都是全国免费救援，没有什么铺装路面啊非铺装路面一说，相当于说啊我武功非常高啊，但是呢我只和幼儿园的高手比试。再看一个最近比亚迪的丢人时刻啊，这是前几天懂车帝搞的一个冬季拉力测试啊，可以看出啊，比亚迪真的是遥遥领先啊，就第一个就退出了。这台车刚刚进行拉力测试的第一圈就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故障啊，就发动机的故障，然后制动系统故障，包括电子车稳定控制系统全都故障。After a long straight on the braking, you feel that the brakes are not working. They are vibrating, and then after that, the petrol engine cut off, and I was just left with the EV mode, which is like 60 kilometers per hour. That's some errors on the dashboard. It's some burning smell in the car. I don't know what it is. 然后他也尝试了重新启动这辆车辆，但是还是这个问题，他现在跑了8分45秒多啊，这个成绩差的非常多，跟那个极客差了2分钟。如果这个车不限速的话，他觉得这个车也应该能跑到7分左右。然后我们先把它下电，然后熄火。如果静置15分钟之后还是这样的话，这个车是没有办法跑的，因为它这个车现在安全隐患还是比较大的。静置一段时间，故障码依然无法排除。因为是拉力车手去开这个车，所以它会有非常大的加速。加速的时候，这个车轮打滑会非常严重，那对制动系统的压力也很大。或者是发动机的压力过大，那这一部分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都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故障。腾势 Z9 GT 也是第一个因为严重动力和制动系统故障退出拉力测试的车型。Z9 GT 的车轮的刹车发现有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就是首先是我手中的刹车片，这个刹车片已经全磨平磨光了，只剩金属板了，这还是其中问题之一。最关键的问题是它右后这个刹车片厚度是正常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带的全新的 Z9 GT 的刹车片。对比之下，你能发现明显一个问题，一个是这两个刹车片是偏磨的，就是说左后磨的非常厉害，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可能是框位啊固定点位啊可能有点问题。还有一点可能是这个盘片本身也没有那么耐高温，质量上有些欠缺，导致它金属变形，然后固定不到位。因为你看右后这个虽然说外表看着正常，但是你看中间这儿有个大坑，高温下它直接剥落脱离了，或者是因为它后边扭矩太大了，包括它后轮还在转向，它有可能故障了。正常来说啊，这个刹车片没了它会有报警，这两边金属簧会刮这个盘，你会能听
听到这种刺啦刺啦的声音，但是这个车我们现在跑起来并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如果这么开下去，这个车其实比较容易失控。就是你通过这种极端场景，很快就能发现系统上的一些待改进的地方。这次呢是真的丢人了，而且是跑到国外去丢人了。这次是瑞典，后面呢还有几个地方估计会更加的精彩啊。腾势 G9 GT 呢发布会的时候说的是创造了很多条世界纪录啊，3条世界纪录吧，肯定有三个啊，也可能是30个吧，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一次呢，第一个上场测试，第一个故障原因下场，应该很容易记住啊。这个呢也是第一啊，依然遥遥领先。说好的吊打国外品牌，碾压其他车企的技术，上10万个工程师队伍啊，这次真的是转着圈丢人。懂车帝的描述呢，还是留了点面子啊。车手都说了有福味儿，说不定是哪里起火了都有可能。像刹车失灵啊这种小问题啊，相信买这台车的车主还是可以克服的。毕竟这台车呢卖到了30多万，说的太直白，就相当于当面点名说是大冤种。当然呢，对于车企而言呢，国内的有些行业呢堪比人间仙境。又爆出来了一个人间仙境啊，兄弟们，这一次是天菩萨。网友都问天菩萨是啥活？它不是活，是方言。视频里边他们干的这个叫集装箱喷涂，那黑色的不是油漆，是沥青，喷在底架上面起防腐作用的，有毒。然后工人往脸上抹的那个是稀料，又叫天拿水，剧毒。不用它洗的话，那个沥青下不去，面罩就看不清了。然后后边又抓的那个是木渣，因为这玩意儿是油性的，只有木渣能给它擦干净。整体评价这个活的话，就是大家说的呢，人间炼狱，一点也不为过。你看看工人穿的那是啥防护装备啊？全身上下能勉强说得过去的，就一个大头帽，其他的没了。手套本来该用防化手套的，但是你看看他们戴的那啥，焊工兄弟们能看出来吧？眼熟吗？这玩意儿能防化学液体吗？啊，你告诉我。然后衣服正常穿的应该是全身式防化服，但是他们穿的那啥，自制塑料布。你说这算啥？鞋子应该是防化靴的，但是你觉得他们这可能吗？另一个老哥的视频里边，直接就是普通大头鞋。你说这怎么说呢？啊，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媳妇看见了是啥心情？自己的家人、自己家的顶梁柱，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边，用着这样的劳保用品，一天10来个小时不停给你们干那么多活，只挣一个1万出头的工资。你告诉我，你心疼吗？啊，各位，干上几年下来是啥后果？那身体还能有好吗？挣的那点钱够看病吗？有毒化学品能通过皮肤直接进入人体，老板们，你们真的不知道吗？之前我说国内很多企业根本就没把员工当成人，福利待遇、劳保用品离部分国企、离人家大部分外企差了10万8千里，一堆键盘侠跳出来跟我抬杠，来抬呀，你咋不抬了？整天活在互联网上，你真当咱们遥遥领先了啊？这是爆出来上了热门的，没上热门的，你们看不见的，你知道有多少吗？船厂里边，你们键盘侠嘴里边整天吊打全球的船厂，蒙仓咋干的？咋焊出来的？你去问问。油漆咋刷出来的？去打听打听。靠啥抢来的订单？心里就这么一点逼数吗？我跟我的粉丝们整天费尽心思的跟工友们想办法讲这些东西的职业危害，说用什么劳保用品保护自己啊，到你们嘴里边就成了制造焦虑、危言耸听了。就是为了卖货不择手段了啊！就是我实在没想明白啊，你把我们这群人骂完了，对你有啥好处呀？你不干活，你家里人也不干活吗？都跟你一样躲家里敲键盘吗？真的，每次看到这种视频，心里就俩字：悲哀、无奈。真心希望聪明人越来越多吧，希望老板们能有点良心吧。良心不值钱，我也是最近这几年才知道。以前我是觉得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什么什么人。下次再聊这个话题啊，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呢。现在的环境就是这样，上行下效，说的是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上面是什么样，下面呢就是什么样。就拿最近的缅甸绑架案来说啊，很多人都喊着去救人啊，还有很多人喊话那个战狼去啊，顺便拍一个战狼3，救出来了肯定是票房大卖，没救出来呢，只要去了，那也是非常厉害的，让人佩服。比整天喊着遥遥领先，或者说那些人都活该，国家已经喊了很久了，有危险有危险，你还去，那就是你的错了。网上呢
最近也炒翻了天，可是到目前为止呢，就一个地方出去救人了，那就是香港，被很多人调侃为倒反天罡啊。国内这边还没有反应呢，怎么香港就直接出手了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也有人说没有国内的受益呢，不会有这次的行动的。这些呢都是意淫。关于这件事呢，有很多的报道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啊，如果有一天呢，我被绑到了缅甸去，说句心里话，根本不指望什么战狼行动啊，虽远必诛啊，把我营救回来，我根本就不相信。即便有人呢，我也不相信呢，我会是那个幸运儿。其实我就奢望一点啊，在我历经磨难回国之后呢，我希望有关部门呢，不要把我给抓起来呀，不要给我扣一个诈骗罪的帽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即使呢我在缅甸做的那些事，我在那边也是受胁迫的呀，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做的诈骗啊，是迫不得已呀。你不能指望人在那个情况下还临死不从吧？但是呢，我查了一下，很可惜啊，即便是你历经千辛万苦，又非常幸运的跑了出来，国内呢依然会给你办一个诈骗案，统一立案。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这是网上的一个律师说的，真的就是这么说的。你回来之后呢，立马给你搞一个诈骗罪。突然呢，我觉得后背发凉啊。还好了，我已经过了35岁了，当不了那个猪仔。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拜拜。